提起商朝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《封神演义》里的纣王和妲己，但历史的真相远比神话更震撼。公元前1600年，鸣条之战的烈焰焚毁了夏桀的统治，成汤建立了商朝，这个以天命为合法性的王朝，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明确考古与文字证据支撑的时代。青铜礼器、祭祀体系与占卜文化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成熟。立国初期，权力在血缘与神权之间激烈碰撞，王位继承最初实行兄终弟及制，因继位争夺战频发，逐步向嫡长子继位制演变。这一过程深刻反映了父权制的不断加强。制度的混乱导致商朝陷入长达100年的内部动荡，9代君主先后5次迁都，史称9世之乱，政局飘摇不定。直到第19任君主盘庚力排众议，将都城迁至殷，自此商朝才逐步稳住阵脚，开启了延续200余年的殷商时代。随着政局稳固，商朝建立起健全的中央官制，尹、相、卿士、卜、士、师等分掌行政、祭祀、军事。军队除中央侍卫军外，战时可从各诸侯国征调兵力，步兵、骑兵与战车协同作战。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成就是甲骨文的出现。甲骨文已具备象形、会意、指示、转注、形声全部6书造字法，目前已发现单字约4500个，其中可识别的约1500个。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不仅记录了战争、农事、祭祀等国家大事，更让后世得以直接触摸300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。到了武丁时期，商朝迎来鼎盛。武丁以3年不言的方式观察朝政，破格提拔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，励精图治。他的妻子妇好不仅是王后，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女将军。她曾亲率13000大军北讨土方，西征羌方，为王朝开疆拓土。此时农业、畜牧业空前繁荣，青铜农具广泛使用，商贸活动日趋活跃，后世商人的称谓便源于此。这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黄金时代。司母戊鼎、四羊方尊等青铜重器相继铸成，其中司母戊鼎重达832.84公斤，是世界现存最大的青铜器，其上饕餮纹、夔龙纹等纹饰雄浑庄严，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的铸造与艺术水平。然而强盛背后潜伏着危机，商朝极度迷信鬼神，尤重祖先崇拜，祭祀占卜贯穿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商朝社会分为贵族、平民、奴隶3个阶级，奴隶多来自战俘。除从事生产外，大量被用于人殉与人祭。殷墟的祭祀坑里，累累白骨与青铜礼器相伴。商朝末年，帝辛纣王即位。历史上真实的帝辛，并非只是传说中沉溺酒色的昏君，他天资聪颖，财力过人，曾试图通过改革削弱贵族与神权势力，加强中央王权。他大规模征伐东夷，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，将中原文明的火种播向南方。但战线过度延伸，导致商朝核心区防御空虚，给了关中的周部落可乘之机。公元前1046年，周武王率诸侯联军伐纣，此时商朝主力精锐仍远在东南战场。面对周人的突袭，帝辛匆忙武装战俘与奴隶上阵。牧野之战中，战俘与奴隶阵前倒戈，商军全线溃败。帝辛眼看大势已去，登上露台自焚而死。延续500余年的商王朝就此覆灭。王朝虽亡，但其影响异常深远。青铜铸造技术的巅峰，成熟的甲骨文系统，以宗法与祭祀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体系，以及基本奠定后世农历基础的阴阳合历，都成为后世周礼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。商朝不只是一个被取代的王朝，更是中国历史从传说时代走向信史时代，从部落联盟走向成熟国家的关键一步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